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Apple， 我喜欢大帽，我有自己的 Sigfig， 还喜欢 CMF 系列。今天呢，我想介绍一下我现在攒的一些乐高 CMF 小人系列，就是 Collectible Minifigure 系列。那大家可以从我上一支视频知道，我比较喜欢攒乐高小人儿。那我拥有的乐高小人呢，有一些是从套装里中小型套装里得到的，那还有一些呢，就是从这个 CMF 系列里得到的。那我现在比较全的，就是整个套装都有的这个小人 CM 小人系列呢，是有5套啊。这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？那一会儿我会做一个简要的介绍。这一套是乐高小人40周年，也就是去年18年的时候出的一套。整套一共有16个小人儿，每一个小人做的非常非常的精致。哎，其实40周年这个有17个小人啊。哦，对，40周年这个有17个小人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是还原了40年前出的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小人，就是一个警察形象的小人，但那个小人因为特别稀有，所以我没有买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其实我全套的小人应该是4套，还有一个是就差一个是全套，所以就算是5套吧。那第2套就是这个乐高大电影2这一套小人呢，它一套总共有20个小人，当然这里是16个，前面还有4个是绿野仙踪的小人，我待会儿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还有就是，这一套我想一下应该是多少号？我看一下我的说明书哈。这一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第16系列的乐高 CMF 小人。对，里面有这个拿着这个万圣节小灯这个小人啊，还有这个企鹅人什么的。对，这是第16套，我也是拥有全部的小人。这一套总共有16个小人。那还有一套我整个都有的呢，就是这一套，这一套是 Ninjago 的这个小人。这套小人总共也是出了20个。我其实在上一个视频里也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小人。这套小人我比较喜欢把它全套都入了，原因呢也是因为它里头有一些就是亚洲的元素，很多不管是小人的形象还是他手里的这些配件都有，比如中国或亚洲元素，所以其实挺可爱的，我就把这一套都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吧。CMF 现在已经就是那个序列号的系列即将要出第19套，也就是有美猴王的这一套，也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这一套。那这一套小人上市时间应该是全球发行，9月1号，也就是说没有几天就要上市了。但是我一般买小人都不是第一时间直接在乐高买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乐高迷都知道乐高小人这个是抽乐的形式，也就是说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你得摸，所以一般开始的时候。如果去店里摸的话，我摸的水平不是特别厉害。我曾经摸过一个系列的那个，就小鬼系列的那个CMF 小人，但是摸着就摸重了。其实摸着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件儿，所以摸重了其实还挺不开心的。就希望每一个小人都有嘛，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摸。我会等到一个小人套装上市之后一段时间，直接在美国的eBay网上。去拍一整套，很多卖家都在卖这个，而且价钱也是挺合适的。有的时候就是跟小人的原价差不多的价格。如果再等一段时间，就是小人还没有变得很稀有，但是又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其实小人的价格要比这个市面上的价格要便宜，所以我一般会等一段时间。我这里呢现在有几张就是这个小人套装里的说明书，我给大家摊开了，可以给大家近距离大概的看一下。就是大概这样子的说明书。这个说明书上呢，一般会把这一套所有的小人整个都画在上面。我现在有的就是这些套装呢，有一些是我有全套，就是我刚才说的这4套4+1套全套的小人的套装，这个我是有的。还有一些呢，就是我个别买的，比如说也是从eBay第三方这种地方，有一些卖家他会卖一些已经停产的那些小人儿。所以我就会单独拍下来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而且价钱还合适的话，所以现在就有这个 Ninjago 系列，就是这个是我有全套的20个小人，这一套小人做的整个还是非常精致的。我比较喜欢的是下角的这个小女孩，拿一个小熊的这个，还有就是最上面第2个那个老爷爷戴一个
渔夫帽，然后拿了一盒这个早餐麦片的这个。那其他的呢就各有各的喜欢，有的是手里拿的配件我比较喜欢哦，还有就是第二排第一个他拿着这个自拍杆的这个，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。然后还有就是头饰，都很有意思。其实这一套小人说下来，我能说个不停，因为每一个小人都非常非常有特点。但是呢，如果让我选这一套我最喜欢的一个小人儿，我会选这个小姑娘，就是配色也很好看，然后手里拿着个小熊也非常非常可爱。所以这是 Ninjago 这一套，就是忍者电影这一套。那第7系列的小人呢，其实我只有一个。我那一个小人儿其实就是中间这个，应该是个飞行员吧，拿着一个头盔，然后穿的衣服也挺正式的这一个小人儿，是我从第3方拍来的。其他的小人其实我都不拥有，但是呢，其实右下角就是下角的这个小红帽的小人已经在套装里出现了，虽然服饰不太一样，但是其实差不多。还有就是这个兔子白兔子这个形象的小人儿，我在第3方就是非官方乐高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厂家出的小人店里去买到了，就是做工虽然没有那么好，但是还原度还是比较高的。这一套小人儿其实说实在的，我比较喜欢的是。应该是兔子的这个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兔子这个买下来了。哦，对了，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是我有的，就是第10号。第10号这个拿了一个猴子的这个猿人的这个小人的形象，其实我也是有的。所以这是第7套小人儿，这套小人儿应该已经停产很多很多年了。其实具体它是哪年出的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这个上面，12年出的，所以已经7年的时间。所以这如果全套现在的小人在第3方卖的话，应该会很贵，我觉得应该是天价，就是当然不至于天价了，就是应该是很贵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没必要把那些就还可以，虽然每一个做的都很精致很有意思，但是就没必要把这些全都拍下来了。那下一套我有一些小人的套装，就是这第9套，第9套套装里面，我也是第9套这个我唯独有的应该就是这个人儿，应该就是这个独眼兽，就是第1排第2个这个独眼兽，其他的我都没有。那第7号的这个小鸡的形象呢，我上一视频其实说过，我买一个类似的小人。这个小人是第3方出的，不是官方的乐高。但是这个小人呢，就是正面看起来是一个小鸡，但是其他穿的是一个肯德基的衣服。你看后面的标志还有 KFC， 所以其实它就是以一个把这个小鸡的形象给它改良了，做成了一个肯德基的小人儿，这个也是挺不错的。这一套第9套呢，应该是第14年吧，13年出的，所以这一套离现在其实也算久了。我觉得4、5年以上的都算久了，4、5年只要已经停产的乐高，其实在第3方卖的话都会比较贵了。所以这套小人儿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小鸡的形象。虽然没有买到这个小鸡吧，但是我买到这个 KFC 小鸡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，就是差不多可以代替了。下一个我有的就是这第11系列的小人儿，这一系列小人儿我非常喜欢，但是因为也是挺久了，这一套也是13年的，13年出的。为什么9套跟这个都是13年？我不知道是不是13年出的，因为它这个说明书这块写的是13年。这套小人有好几个我都非常非常喜欢。我拥有的是2个，一个是这个雪怪，还有一个就是下角的这个女性的机器人的形象。这一套里面我非常喜欢的有姜饼人儿，有这个圣诞老人的小帮手，就是这小精灵，还有这个雪怪，还有就是这机器人。我觉得这几个做的都非常有特色，就是它已经突破了人的形象，而变成了一些比如说怪兽啊或机器人啊这些。那姜饼人其实这个小人我也有，但是我上一个视频也说过，这个小人其实是从第3方，就是一个厂家他仿乐高出的。其实我觉得它的做工还可以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小人我曾经也在网上找过，就是正版乐高小人太贵了，不舍得买，所以就买了一个这种仿的，我觉得也可以吧，就是观赏起来还是可以的。那下一个就是第12系列。12系列是14年出的，这个系列很有意思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，这个系列是我真正手去摸的一个系列。就第一个我怎么说呢？这个系列应该是说我开始更多的去研究乐高小人 CMF 系列，然后真正去想买是从14年出这一套时候开始的。这一套我拥有的呢还比较多，是我摸的一些，就是第1排上面的这个。公主的形象，就是拿着青蛙这个公主的形象，
还有就是也是第一排他旁边的这个，应该是玩游戏的一个人，对，游戏人的这么一个形象。第二排呢是这个光着膀子、光着上半身去海边冲浪的一个形象。第三排还有他旁边的那个人，就光膀子人的旁边这个人，我觉得应该是，我不知道他真正的原型是哪儿，但一看就是一个什么战争的一个战士。这个就是我摸了2个，所以从此之后我就不再去摸了，就是因为它。还有我有的，我看一下，这套我应该有的就是这几个。其实这一套我比较喜欢的我都没入，就是挺可惜的。一个就是这个小丑的形象，就是第三排第一个这个小丑的形象，我觉得配色也挺好看的，手里拿的是一个2张扑克牌，我觉得扑克牌做的都很精细。再有就是最后一排的2个，一个是猪的形象，再一个就是小女孩拿着这个黑色小熊这个比较暗黑的这个形象。这两个小人我都没有买到，是因为已经很贵了。但是比较 lucky 的是，这个小猪的形象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，乐高出的2套只在亚太地区中国发售的那个中国套装里面出现了这个小猪。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只要他手里拿一个小苹果，就是基本上是一致的。所以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，之后还能再找到这个小猪。当然，这个买那个乐高套装，中国那个套装不光是因为这个小猪的形象，这是其中一部分原因，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那个套装确实做得很好。那个套装其实我插起来了，就是再做这个测评，就不是那么的有意思了。但是我如果大家希望我做测评的话，其实我可以做那个测评。但是其实这一套产品已经上市了好几个月了。下一套我拥有的就是这个13号系列。13号系列我有的其实有2个，对，有3个其实。一个就是这个第二排最边上这个埃及人的这个形象，还有第三排第二个这个看起来有点吓人，感觉像怪兽一个统领的一个形象。再一个就是最后一排这个拿着一个狼牙棒的独角兽的形象。那这一套里面，其实我比较喜欢的，我也都没有正版的乐高小人儿。一个就是白色独角兽第一排的这个，再一个就是最后一排这个热狗人。当时我有一段时间对这个热狗人简直是痴迷的不行，就是一直想入它，但是因为我在第三方也查了这个热狗人价钱真的很高，所以我就没有去买它，我觉得不值了。但是我那个小人应该是在我后面的底板上放着，就是上一期我给大家看过，就是在一个乐高 Friends 系列，就是那个好朋友系列小女孩的系列里面有一个小女孩男生的形象，然后他穿那个外套其实跟那热狗人是一样的，而且那个小套装也挺有意思的，是一个热狗车，就是配色也挺好看的，所以那一套我入了，同时就有了这个热狗人的这个套装。它这个外套可以给别的小人穿，虽然不是原版这热狗小人，但是我已经觉得很幸运，可以得到一个就是差不多的这种热狗人。下一套是第14系列。这个14系列其实蛮有意思的，是暗黑系列的，就都是一些怪兽啊，什么一些妖魔鬼怪之类的。这一套我有几个，这几个其实也是我去买的，大概摸了一下，然后确定一定不是同样的，我才给它买回来。所以这一套其实我只买了1个、2个。3个、4个，买了4个。比较幸运的是我最喜欢的我已经拥有了，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个 monster， 就是这个感觉像植物怪兽的这个 monster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Frankenstein， 在第3排的这个我是有的。然后第2排就绿人隔一个这个鬼魂我也是有的。还有就是最后一排最下角，这个感觉像德古拉的太太呀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手里拿一个红蜘蛛的这个人。我也是有的，所以这一套我有4个。那这一套我也说了，其实我最喜欢的。除了这个绿色植物怪兽之外，就是这个猫女，她拿了一个鞭子，然后感觉邪魅的一笑，然后配色也挺好看的，这2个是我比较喜欢的。其实还挺奇怪，就这一套唯二2个就是颜色比较鲜艳的2个人，其实是我最喜欢的。那下一套就是16系列，16系列呢是我拥有全套的一套乐高小人。这一套乐高小人呢，我是在它上市了很久才入的。其实这一套我看看是16年，我应该是17年，也不18年初其实才入的这一套，也是从第三方易贝上，然后直接把一套都拍了。当时的价钱我没记错的话，其实比市面的零售价要便宜好几块钱，应该是。那这一套其实比较有特色的，我觉得还很多啊。这套当然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这个香蕉人。我有一个网友，他这个香蕉人拥有一个大的军团，就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全部是香蕉人，特别震撼。当然我觉得拥有一个就 OK 了。还有就是这个企鹅呀，还有这个小狗，就是这个驯狗师。有一个小狗拿一个冠军奖杯的这个也很有意思。
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万圣节小人拿了一个万圣节的一个小篮子，感觉扮成了一个小鬼去要糖的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，所以这一套也是挺不错的。哦，还有就是这个墨西哥人，墨西哥弹唱者，然后他拿的那个吉他，我觉得就是古典吉他，就是挺经典的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就是乐高40周年这一套小人，就是我说其实它有17个，但是我只拥有16个，所以算是我有这一套吧。我其中没有的就是正中间的这个黑色的，这个黑色的形象呢，就是这个比较原始的一个警察的形象。他把这个还原呢，也是还原了40年前他们乐高出的第一个小人，其实好像就是这个警察的形象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脸跟其他都不一样，其他的小人脸都有一些夸张的表情，然后眉宇之间呀，什么脸颊呀，都有一些夸张的就是摆一些表情什么的。但这个小人的表情就是最原始的2个小点是眼睛，然后有一个小弯在底下是嘴巴，就是仅此而已。作为40周年，这个乐高小人套装是肯定要入的。我觉得他出的这个好几个都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我之前那个视频提到过，就是一些小人可以扮成这个不同的这个动物形象，他们有一些动物的套装，它这一套里就有很多，比如说这个大象，还比如说龙、蜘蛛，还有这个独角兽，蓝色的独角兽，还有猫。这几个都是非常经典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一套目前出的是真的非常经典，我特别喜欢。所以当时我第一时间从各种渠道知道要出这一套小人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一套是肯定我要入的，所以我就开始找各种不同地方有没有好的打折，有没有折扣要把它入下来，所以就把它入了。但是就是没有这个。没有这个警察，但是也无所谓了，因为只要是带警察的套装就会贵出很多，所以可想而知这个警察一是稀有，二就是，他把这个市场价抬得多高吧。还有就是这一套，大家可以再看，比如说这个花盆啊，这个礼炮啊，小丑啊，然后还有这个蛋糕，还有这个仙人掌，还有这一对子母的一男一女。每一个都做得非常棒，这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套乐高小人儿。那我最近入的一套就是这个乐高大电影2的这一套小人儿，其实这套小人儿也做得非常好，我觉得仅次于那一套的就是这个。如果从单独的小人来讲的话，可能排名会不太一样，我可能会把前面以前的一些系列的一些小人儿。不同的一些我比较喜欢的，把它们排的比较往前。但如果从整套来讲的话，40周年在我心目中是第一，那这个乐高大电影2在我心目中就是第2。原因就是因为它出的这些小人儿，大部分都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像这个蜡笔人，像这个长颈鹿，还有班尼，还有猫女，还有 Emmet， 就是这一套整个我都很喜欢。还有就是出了这个绿野仙踪4个人，铁皮人、稻草人、狮子和 Dorothy， 这4个是我非常喜欢的。其实，在乐高就是第三方的一些网站，有人专门卖小人的一些卖家，他们会把这4个弄成一套，然后专门去卖，其实还是挺贵的。我要没记错的话，可能接近30美金，那平均下来一个小人就比市场价贵了好多。所以这套小人目前是我套装来讲的话，心中的第2名，就是乐高大电影2。你们看他们出的小人也是非常精致的。那其实给大家看了好多图纸，我的小人其实都在这盒子里。那如果大家对某一套比较有兴趣，想让我做某一套，当然这已经是之前出的一些套装了，不知道现在市面上还多不多。如果大家想让我做某一套的一些小人的细节的一个介绍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专门做一个视频，做那个套装一个小人的一个介绍，给大家做一个比如说365度的这种360度的这么一个展示啊，或者说去具体的说一下某一个套装哪个小人我喜欢它为什么，或者它的哪个配件是我比较喜欢的为什么等等。其实，在乐高第三方，就是 eBay 上那种地方去买一套乐高小人，那些卖家都还挺专业的。他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套装拆开，就是把这个袋子剪一个小口，然后知道里面是什么，再去分类，然后再卖，把它凑一套。那还有一些人更专业，就是他们完全能从外面摸出来里面是什么，所以不需要把这个袋子打开。那你来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有这个拆包的兴趣，我觉得就更神奇。那一些卖家就会把这种袋子，就是一些小人放在这样一个袋子里，就是一大包过来，然后每个里面会装着这些小人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挺专业，还挺好的。还有就是这个乐高底板，乐高小人的底板我都放在一个盒子里，给它收纳起来。这个小板就是一个，有4个这个母的，
然后可以往上搭上去让它站着。那如果我想让我的小人这样站着，就可以站在上面。然后摆成一排的话，就像这样似的，摆成一排还是挺好看的。我觉得今天这个视频也挺长的，差不多就到这里吧。自己说的挺多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习到一些，或者说有没有像我一样爱上乐高小人儿。那下次见吧，拜拜。